我暗度陈仓，让原本暴涨的原油期货开启暴跌模式。报告一下原油期货市场的整体数据：一天之内，国际原油的价格暴涨了近5倍，现在的价格已经到了155块一桶。以我们的资金和手里的筹码，似乎根本没办法压住这股暴涨的趋势。今天在国际原油期货上，我们亏了很多，不过还好，靠着国际黄金期货，我们弥补了一些损失。你买黄金期货了？当然了，我必须保证手里有足够的筹码。老板，对方又砸筹码了，就是1万亿。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60块，179块了。国际原油期货再次爆发式的向上增长。此刻，罗斯和巴菲特彻底陷入了疯狂。200块了，我们正在见证历史。三金还能靠着情报优势忽悠散户帮他做空，但是在咱们的多方联手打击下，散户和机构全部出逃叛变到了咱们这边，再也不可能回去了。如今大势已成，三金已经无路可退了。这才第2个交易日，我们就压死了基金会最大的敌人，还创造了国际期货市场的记录。今晚将是三金人生当中最黑暗的一晚，也将是咱们人生当中最辉煌的一晚。大夏国的凌晨，此时国际期货市场已经收盘。怎么会崩得这么快？第2个交易日，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狂涨6倍，太他妈魔幻了！淡定，对方可是元老格家基金会的组合，我们能在第1个交易日小胜对方，就已经足够骄傲的了。可是现在的败局已定了，在这样恐怖的利好消息和海量资金的虹吸效应下，我们已经无力阻止了。无力阻止了吗？呵呵，不见得。这一夜，商王府的气氛无比欢乐。诸位，这次商战胜利之后，我们不光能保住元老阁在大夏的位置，更重要的是，我们能狠狠地赚取数万亿的利润。不但如此，三金名下的新月系公司将全部被清算拍卖，大家就等着瓜分三金的资产吧。红星房地产必须有我一份哈，其他的无所谓。贤炫集团的快乐，我得吃一大口。我是做超市起家的，红星连锁超市的份额非我莫属喽。很快，第3个交易日到来了，212块钱一桶了。仅仅开盘5分钟，国际原油期货就暴涨到了250块，252了，暴涨还在继续。无论是元老阁还是基金会，所有三金的对手都在欢呼。今天价格恐怕要涨到300块，一旦到了300块，基本上就可以宣告三金输了。空方已经没有任何力量，任何招式能够挽回了，只能坐在原地等死。290块了，国际原油期货的价格再也不可能跌下去了，佛祖出手都压不下去。我说的。巴菲特双手环胸，开心的看着这一幕。293、294，继续涨。297了，马上300块，要赢了。当价格达到299的时候，所有人都疯狂的呐喊起来：涨涨涨！马上300了，准备怎么庆祝啊？要不要我找几个大夏妞给你？我老的，你还是留着自己享用吧。然而过了10分钟，原油期货的价格一直停留在了299块。怎么回事？难道这股气势已尽？不应该啊！4万亿的资金，外加全球1/5石油资源全部无货，这价格哪怕涨到400也是有可能的啊！数字不动了，是不是国际期货市场那边服务器出毛病了？不对，其他期货的数据还在更新，只有国际原油期货的价格不动了。一众操盘手疑惑地看着屏幕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动们，价格怎么开始下跌了？只见原油期货的价格此刻如同开闸放水一般急转直下。报告，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由暴涨正在转向暴跌，已经270块了，情况非常不好，每1秒价格都在暴跌，完全来不及报告。刚刚还一片欢乐的交易中心，此刻却是哀嚎不断。该死的，谁来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知道发生了什么。骆驼国与周边20个国家宣布对外加大石油出口量，缓解现阶段石油不足问题。阿卜杜皇子主动降低石油价格，与大夏国达成合作。该死的，三金居然说服了沙漠地区帮他进行做空国际原油期货。如果有沙漠地区的石油进行对冲，价格很快就会降回原来的水平。甚至如果洛菲特家族再继续无货不出，可能连原本的市场份额都会被抢走。那个时候，洛菲特家族名下的诸多石油企业可能股价都会暴跌。三金真是太可怕了，他居然能沉得住气，等这边所有大招放完了再出招。价格现在已经跌破200块的防守线了，跌势太凶猛，根本防不住。罗斯先生，现在该怎么办？要砸钱对冲吗？先等等，现在利空消息刚出来，傻子都能看得出来油价要暴跌了。我们现在入场做多的话，多少钱都不够烧的，只会填进去给对方送筹码。刚刚我把情况汇报给洛菲特先生了，他叫咱们俩过去开会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沙漠地区的石油储备居然拿出来跟我对冲，搞得油价大跌不说，还连累我名下的石油公司股票暴跌。前几天还求着我放货的老客户们，现在全都转头去找骆驼国买石油。再这么下去，我的市场份额就要被抢光了。你们快想办法稳住国际原油期货的价格。洛菲特先生，这个恐怕我们做不到。做不到的话，那我也只能把利好消息解除了。钱我可以不赚，但市场份额还有股价是我的底线，绝对不能丢。先生，现在如果您解除利好消息
的话，那绝对就是中了三金的圈套了。虽然沙漠地区放出了石油储备做对冲，但不要忘了，他们的储备量比洛菲特家族的石油储备量要少一些。只要您坚持住，最后国际原油期货的价格整体还是看涨的。还有，现在是利空消息的弥漫期，我们投再多的钱进去，都只是火上浇油罢了。我们跟三金这个狡猾的狐狸对战，必须要稳住。罗斯的一番话让办公室里的气氛略显沉重。罗斯，我知道你很生气，站在你的立场上，的确有很多不出手的理由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我站在的并不是基金会的立场，而是洛菲特家族的立场。洛菲特先生这次出手要自负盈亏，基金会不会赔偿他的损失？如果长期无货不出，甚至可能主神的地位就不保了。这种情况下，如果是你会怎么做？罗斯沉默了。基金会并不是什么团结的大家庭。你放心，我这边的消息会暂时压住不传出去。另外，沙漠地区的石油能不能运出去，也得问问基金会答不答应。回去的路上，罗斯的情绪显得有些复杂。怎么了，小罗斯？没什么，只是觉得基金会跟我讲的有些不太一样。基金会看似铁板一块，但其内部也是有矛盾、有竞争的，又怎么可能会有主神为了打一次期货战就拼掉自己的所有利益？我想三金恐怕也是看透了这一点，才如此的不急不躁。但在国际原油期货涨了近6倍的情况下才出招的。现在洛菲特家族要收手了，咱们怎么办？你忘了洛菲特先生最后一句话吗？利好消息或许没有了，但是利空消息它一定也会消除。我们所要做的就只有一件事，那就是守住150块的压力点位。此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已经跌到了180块，而且依旧在持续下跌。天价买入单又出现了，多头开始反击了。1万亿的买入单，这是想拿钱顶住压力点位吗？不是自己的钱，所以可以随意糟践是吗？对冲，他做多少，我们就对冲多少。1万亿是吗？现在优势在我，给我砸1.5万亿回去。商王府内，商银和元老阁的人全都陷入了恐慌之中。商阁主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沙漠地区的人怎么敢跟基金会作对的？那边的石油也很多，释放那么多的石油储备，国际原油的价格恐怕会跌疯的。已经跌疯了，价格跌破160了。阁主，快想办法！超神嘛！不要忘了，国际原油期货的初始价格才30块一桶，哪怕跌破100，我们也是赚的。基金会一定会有别的办法的。报告阁主，出现1.5万亿超级空单了，国际原油期货价格跌破150的压力位。我的天哪，是1.5万亿的超级空单！三金在趁着利空消息持续做空，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破120了，并且不断逼近100。妈的，该死的三金，他是怎么能出手这么果断的？是洛菲特先生打来的，他一定是告诉我们解决办法的。洛菲特先生，您是有什么办法了吗？沙漠地区的那群王八蛋趁我无货不出，抢我的市场份额，害我股价跌得太狠了。我现在必须出货，否则期货战没打完，我就要先玩完了。打电话只是想提前告诉你一下，让你有个心理准备。难道就这样输了？洛菲特家族那边已经准备出货了，原油价格很快就会恢复30块一桶，甚至双方会进行价格战，把原油价格压得更低。这一步险棋，看来我是走对了。收盘了，价格定位在了80块一桶。今天我们大获全胜，如果不出意外，明天我们就能锁定胜局了。当天晚上，基金会召开了主神级别的视频会议，这种会议1年都不一定开一次，而从三金重生以来，居然破例开了3次以上。一个大夏人居然让基金会的顶级操盘团队摔得如此惨重。